大家好，我是13安。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 Scrambler by Ducati， 那这台是 Desert Sled。这台车我觉得才有资格叫做自己 Scrambler， 因为它真的是越野样式的街车嘛。哇，看起来坐高蛮高的，记得是86公分吧。我会记得坐高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特别的去研究这台车啦，因为你也知道我对滑胎类型这种越野类型其实都有点兴趣。啊，的确蛮高的，我现在要完全垫脚尖。虽然要垫脚尖，可是因为它悬吊蛮软的，所以没有觉得说好像会倒的感觉。好，先跟大家讲，今天这个事情呢是有点突然的啦，因为我是出来骑车，然后发现原来他在这边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北加的车序地点，有办 Scrambler 的试骑活动。那当然，因为这台是越野车，所以它配的轮胎呢，是属于半越野胎，那就是巧克力胎啦。所以开始在想，对于这种山路来讲，这样骑乘是不是其实会不稳呢？那先说说这名字好了 ，Desert Sled。Desert Sled 呢，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美国的怎么样算传统嘛，就是当时会有很多人在加州这边，他们会把街车除了改成 Scrambler 之外呢，他们会改成沙漠专门跑沙漠的车种，那算是一种不同的 sport。哇，前面那台车外抛了 ，OK。看，我只能说前面应该是带队的是整天骑下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他这边速度其实算是蛮快的。看来这轮胎是可以抓得住 ，OK。看四级被海放的话，我后面的人都不见了。我就说嘛，他带头的骑太快了，然后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它依然是源自于那样子加州跑沙漠的那种做这样的设定，所以相对你也知道，它一定是所有水果里面最具越野性能的。其实你光看外表就看得出来，它悬吊高，轮胎配置，然后加这个外壳造型，你看它前面，等一下可以拍给大家看，它车灯还有做个像那种网罩。那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是骑的 Cafe Racer， 坦白说我在那台车整体骑来啊，评价没有很高。那换到这台车呢，其实跟刚刚的 Cafe Racer 我觉得骑乘感觉非常的不一样。那主要是它这个姿势，它这个把，哇，我觉得好宽了，这感觉好像比我 WR 还要再宽一点点呢。但是声浪部分呢，没有像刚刚 Cafe Racer 那么的好听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，欢迎你去看我刚刚的 Cafe Racer 试骑影片。有，其实这个带队的真的比刚快，因为我刚刚跟在另外一个人后面的时候，我都是骑顶多用到2档而已。那刚刚这样子，现在这样子有比较到3档了。这风格的转变也太大了吧！虽然都是 Scrambler， 但这台车骑起来很对位。对啊，我就说前面是 Cafe Racer 吧，难怪它的轮胎这样子。因为 Cafe Racer 虽然我刚刚讲说 Cafe Racer 它的稳定性，也不是到特别好，但是跟这台车比起来啦，那台车感觉比较带给我比较多自信的。但我现在骑车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台车也不输它轮胎抓的感觉还蛮顺的。
那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些车子其实引擎都是一样的，再来就是803cc。那马力部分呢也是75匹。哇，这个悬吊配置很软，好好笑！我现在是拿真的 Scrambler 然后来跑山路。我也对啦，因为买这台车的人呢，坦白说，80%的情况下，应该都是要走山路或者走高速公路，因为你要骑到你想跑土路的地方嘛，你又不可能说直接就骑土路，又不像越野车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硬要就是拿卡车去载这台车去跑路也可以，不过我觉得他买这台车应该都是会骑车去啦。所以如果在这方面，一般山路骑乘都这么有乐趣的话，哇，大加分。那这个车的骑乘方式，其实跟滑胎车真的很像，就是脚踏啊是完全的垂直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如果你要踩的话，踩后刹的话，就是直接往下压，那不会像其他的比较运动型的街车这样子，都不太一样。那也是因为这样越野设定，其实我骑车的时候我腿比较开一点啊，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吧。因为我刚在骑 Cafe Racer 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有点抱怨说那个油箱就是夹起来不好夹什么的，可是可能那不是那样的骑乘方式。因为我现在骑这台车的时候，就像越野车的感觉，我就下意识的不会说想要去夹油箱去过弯，就反而这样骑起来，我觉得自然很多。那震动感来讲呢，这台车比 Cafe Racer 还不正呢。不知道是因为它整个车子调起来的那个设定比较软一点，所以有吸收了一点。好，震动，地烂的。哦，这站起来姿势刚好哦。看来这台设定也是给人家站着骑，这样走土路越野的部分。带头的骑的是，带头骑的双管，这是这1100啊，1100的带队大哥应该骑一整天。我看到他的速度可能越来越快，迹象。是吧？这样比较起来，这台车它是目前里面最高的一台。对啊，因为悬吊比较软，所以那个补油门、大补油门的时候，那种拉起来感觉比较大。没想到吧，竟然是山路上试骑 Desert Sled。那这台车都有标配 ABS 啦。那刹车的部分呢，这个手感，我觉得就算是普通啦。不过越野车如果手感不用太锐利，好像也 OK 齁。有水，大家都减速了。没有那个快排，就自己无理的换挡。
干这样的事情，这他妈太正点了吧！我要是坦白说，我觉得这个骑起来pace比我平常骑山路还要快一点，因为我山路自己骑的话，一个人骑我骑很慢的。差不多一样是在9000转红线。哦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杜卡迪美国的总部其实就在北加，所以它应该是在这个山下面，我记得。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在这边办活动，大概就是刚好就是有地利之便。我看监视器的人啊，年纪都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他们应该都经验老道，应该比较不会有人会想要硬要去追车，所以舒适什么？看我后面真的完全没有上来，好吧，那我放慢速度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买一台 Ducati Scrambler 啊，就是真的要它那个 Scrambler 的话，买这台 Desert Sled， 不要看其他的了，就这台。你说，看，可是价钱比较贵，它又可以跑土路，对不对？算是两用车吧。刷多功能是不是就比较划算了呢？哎呦，它脚踏有点滑，我刚刚右脚轻轻往外滑一下。它脚踏应该是橡胶脚踏，对啊，橡胶脚踏。这快递好像都是橡胶在中间，然后外面是一般脚踏这样。真正要跑越野的话，一定会换掉这种脚踏啦，应该会换成那个踏板，应该换成就是咬更紧的。应该到了吧？啊，回来了是不是？啊！天啊，好爽哦，超爽！结果竟然是在这车办到，太压抑了，太压抑了。朋友啊，还等什么？你真的想要 Scramble 的话 ，Ducati 的 Scramble 的话，这台啦。转向又轻松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剩下的。现在才回来，我已经拍完一轮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刚刚今天带队真的骑很快。